今天我带着我的朋友，我的小助理，对，然后呢，我们今天来到 Novena 一家泰国餐。然后今天这支视频呢，主要是想要跟我的朋友当闺蜜闲聊，然后聊一聊我们来新加坡10多年留学的这样的一个留学故事。对，等一下我们边吃边聊。那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泰国餐的这个菜单呢，他们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Crazy Seafood Bag， 等一下我们就会点这个，就是这个啦。它可以 focus 吗？OK。然后这家店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是一位骑行的朋友介绍的。那这家店的墙上呢还挂着2架的公路车，所以呢，我相信。这家店的老板也是一个非常喜欢骑自行车的人，那我就觉得，可以带我朋友来看一看。那我们今天特意挑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没什么人嘛，因为拍视频怕尴尬。OK， 等一下我们就坐在这里等餐呢。点了一个这个香茅水、香茅柠檬，我是热的，你是热的，然后我是冷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那个。直接刚刚那个这一大盘，直接他就把它放在桌上。我们先吃，我要吃，你先吃什么？我在吃这个肉，我刚才拿这个蟹腿。那我先吃个虾吧，好，比较容易剥。个大虾子。你吃虾头的吗？我不吃虾头。我吃虾头。我都可以。虾头很香，好不好？善意的提醒，我不会吃，主要是。不会吃虾头。就是虾头有点很鲜的那种感觉。吃一下它这个海鲜。我觉得海鲜最主要就是看它新不新鲜。新鲜是第一，有点像那个，应该是用那个新加坡 chili crab 的那个酱。哦，那个味道有点像是吗？对 ，OK。让我吃个虾，看吃。味道怎么样？新鲜吗？虾线没有剥。虾线。我每次也是会忘记剥虾线。它好像有柠檬草 grass 那个什么 lemon grass 的味道。不知道我好像吃到了 lemongrass 的味道。其实这个不会很辣，它是那种甜辣。这也不错的，因为它这里面是一整只的螃蟹，然后还有那个蛤蜊、喇喇，然后还有虾，好多只，不知道几只，等一下帮大家数一下。然后还有这个喇喇跟鱿鱼，对，然后还有多一个，还有一个玉米，对，它有4种海鲜，刚才介绍。我们2个就点了这一个 seafood bag， 因为怕吃不完，2个女生食量没有那么大，其实很大。它里面还有蘑菇就是那种这种蘑菇。所以其实这里边是有蔬菜的。我们本来点的时候就以为是只有海鲜，没有任何配菜。我们刚刚已经吃了一轮了，那我们刚刚就把那个难吃的不是难吃，不能乱讲话，难啃比较费劲吃的这个螃蟹吃了，因为我们想说不能边吃边聊，有点狼狈，所以这样对。然后其实我们这集想要聊的内容是我们俩都是从中国来的，然后我们都是初中的时候就来新加坡留学了。那我们就聊一下我们在新加坡待了这10多年的这个辛酸史吧，也不能说辛酸史就分享一下我们的经历给大家知道。就你是几年哪一年来的？我是07年，你呢？我好像08年吧。所以我们2个都是初中1年级来。我当时来的时候降了2级，你有降吗？没有。哦，对，因为你比我小1岁，小1岁还是2岁？我93，你94。OK， 这个可以卡掉。因为你比我小了1岁嘛，所以但是我们2个是同年级。对，所以我来的时候，我其实在国内是读到初3，然后我来这里是从初1开始，你也是从初1开始。对，但你没有降级。你在国内读到初3啊？对啊，我是比较早读书的。我读书比较晚，然后我是小学毕业嘛，考完那个考试，然后我就直接来了。给你个玉米。然后刚开始来的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来新加坡留学？之前就是可能父母那一辈就一直想说有让出国留学的想法嘛。然后当时好像新加坡是为数不多可以陪读的地方，我当时是有父母陪读的。我也有。对，
然后因为好多地方其实都不可以嘛，然后毕竟那个时候年龄有点小，然后后来想了一下，哎，新加坡这边因为也是多元化的一个国家嘛，然后也讲中文比较多，然后父母来的话呢也比较，他们适应也比较快，对，我适应我也可以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嘛，是的，对，然后后来就考虑了一下，就来了新加坡。那你当时来的时候是有考试吗？还是说来的时候读了语言学校？读了语言学校之后有一个入学考试，跟我一样，有对吧？一样的，叫什么？叫什么 PAC test 还是什么的 ？PSLE， 不是那个是那个我上会考，对，是一个什么 PAC test 还是什么？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考试了。所以我们当时来的这个流程就是说，你来这边呢要先考一个政府的这个考试，对，然后你拿了这个政府考试的成绩，因为我们当时是上初一嘛，所以我们考的其实是小6的这个程度，但是它其实只是考英文跟数学而已。对，考英文跟数学，然后你可以选择先来读语言学校啦，然后我当时也读了一段时间语言学校，不是特别久，就是可能大概一两个月，我读的比较短，然后考完那个考试过后呢，成绩出了，就拿那个成绩呢，就去新加坡各个中学就去面试，就是校长会直接面试我。校长直面吗？校长直面我的guardian，因为我们当时未成年嘛，一定要有guardian，所以呢，我的guardian就带着我就去不同学校，然后去面试这样子，然后后面就进了那个 Bedok Town。我是。你是哪一个？我本来是Chai Chee，但是那个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对应该是合并掉了吧。然后后来我就转到了 Bedok View 那边，对，然后我是在 Bedok View 毕业的。其实我们当时来读书，可以选的那个学校不多。对，因为本来招外国人的学校就不太多，很少。再加上我们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对，我好像记得我当时考试没有及格啦，反正英文肯定是没及格，数学应该是数学及格了，对，因为我们当时是。不会讲英文，就是只学了初中程度，可能只学了那个26个26个英文单词就来了，英文字母就来了，对，就是属于听说读写都不会的那种，然后来这里就非常的懵，你知道吗？考试也不知道那个试卷上是什么，然后当时因为数学比较容易是。你只要记住那固定的几个单词，然后你就可以去考试了。然后因为都是数字，你就知道大概它是意思是什么。反正刚开始挺艰难的。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来新加坡？对，问得好，就要这样子一来一往。刚开始是这样的，好像是我爸妈有认识的人，他们有就有朋友也是他的孩子也在新加坡读书嘛，然后就知道了有个这样的渠道，然后就通过。中介啊，朋友当时有个朋友是中介，就把我给搞过来。然后其实当时我爸妈也觉得新加坡是个蛮好的留学的地方，因为毕竟跟加拿大跟美国、欧美比起来，学费没有这么贵。然后第一个我们可能可以负担得起这个开销，然后第二个是我爸爸蛮喜欢新加坡的，然后他当时就觉得说应该让我出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然后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爸觉得在国外比较公平，就是你有付出你就会有回报，可是在国内当时啦，他们那个年代比较多那种官僚的一些，这样就是官僚的那种东西啦，对，没关系，这就不要讲了，剪掉。咔滴嘣 ，OK。然后反正后面我们入学了，你也是上那个 Express 吗？Express 比较坎坷吧，怎么说比较坎坷？我想一下，就我最后是考 O Level，对，是，就是 O Level 毕业的，Express 4年，对。我们应该都是，因为。新加坡不是到第3年的时候，初3的时候会分那个 Express 跟 Normal Express，因为第1年应该没有就是其实第1年就分了，但是到第3年就是固定了，不能再换了。所以其实我前2年是读的 Normal Academic， 我第3年才去了那个 Express。我跟你相反，因为我第1年本来是 Express，但是因为成绩太不好了，就是因为英文不好嘛，然后跟不上，然后因为当时其实Set 1，你虽然当时入学考试，比如说只有英文跟数学，然后考进去之后，但是 Set 1其实学的科目就比较多，英文啊、数学啊、地理啊、历史啊这些。然后都是英文嘛，然后就跟不上，所以后来在 Set 2的时候，其实就
去到了 Normal，然后那一年就是觉得不行，我还是要发愤图强，好好读书，所以就是那年就是上了很多补习班了，然后就不停的在恶补功课，然后后来就成绩有上来，然后到 Set 3的时候又回到 Express，蛮曲折。我是一开始很差，就是 normal academic 非常差，第1年、第2年，但是呢，我第2年的时候，我以全年段第1的成绩考到了 Express。哇，那你好棒啊！对，发愤图强了一下啦，对啊。对。但后面 O level 的时候，也成绩不够，然后就没有选择 JC 啦，因为当时我也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读书的料子，就读 Poly。而且我 O level 还发生了一个乌龙，你知道吗？那个数学不是有分 E-Math 跟 A-Math 吗？我考 E-Math 的时候，后面有最后一面，因为当时考卷它是这样翻页的，最后一面12分的一个大题，就最后一面大概12分那，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翻到最后一面。你有写吗？我没有写，所以我的 E-Math 是 B3 啊，因为我的 A-Math 是 B3。按道理说我的 E-Math 应该是 A1 嘛，对。可是我没有看到最后一个大题，就非常尴尬的，我的 E-Math 就达到了 B3，对，就是没有检查试卷的习惯。所以大家考试的时候，如果小朋友的话，就是要细心一点。对啊，然后我当时是因为我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有那个想读的专业。就是去理工想读的专业，所以我就是奔着理工去的。我就一开始我也没有想说我要读 JC， 没有要读 JC。对其实我当时不知道理工 JC 意味着什么啦，反正就是觉得说JC 好像是一个听起来比较好的选择。但其实读了理工后发现，理工学的东西还蛮实用的。但是因为你像有些人不可能只读理工嘛，就是最后还是去读了大学，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选择理工也好，或者是选择 JC 也好，就是最后大家都会在大学见面的。对，而且就是读 JC 的话，其实他会给你可能多2年的时间去考虑我接下来可能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要选什么专业，然后我之后要做什么。对，然后理工的话，可能或许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了你的兴趣是什么？对，我就是要做这一行，所以我就提早我就进入。就是这一行去学这些专业知识那样子。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就是哪一条路一定是好的，就每个人都是有不一样的选择嘛。对，选择，我觉得这点挺好的，因为就在新加坡这里读书选择比较多，你可以，如果你是一个学霸型的，你就可以去 JC，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偏技能专业型的，然后你就可以去理工，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就大家不会特别压力。对。那我们再讲回初中的时候，你记得当时我们学费多少吗？其实初中的学费，是一直在涨的。对，我们好像是付12个月，就一个月付。但是我们要付12个月。意思吗？不是，就是一个月付，可是要付12个月，就包括假期。对，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假期不上学还要付学费？因为当时学费是我爸妈交的，所以你不知道。我没有，我知道，我大概知道那个价钱，但是我没有那种概念，就是我就算我不上课，我还要付学费这样子。对，我也是我妈交的。对。然后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我们08年嘛是3万，所以当时那个时候学费才100多一个月。我们说的是国际学生的价格。对，因为PR 跟Season 的话，那个学费就是很比较少一些，几十块钱。但是外国学生的话，一个月我记得好像185吧，好像有涨。第一年每年刚开始没有100多，差不多。刚开始没有185，刚开始不知道是160多还是多少。100多，然后继续具体忘了。对，然后每年涨，第2年涨到200多。对，我记得。第3年涨到300多，反正一直在涨。第4年涨到400多。没有这么贵啦。有，真的假的？有，因为我当时我就想说为什么每年涨100这样子？现在好像是900多一个月。我们等一下可以查一下，太夸张了，可以查一下。反正我记得当时你查一下，现在就查。对，我记得当时就是每一年学费都在涨，而且是一个月交，就很夸张。然后我们家就不是特别有钱嘛，然后其实我们当时来新加坡的时候还卖掉了我爸爸单位的房子才来的。就非常，就大家都以为留学生很有钱，其实有分有钱的留学生跟普通家庭的留学生。然后当时我们俩为什么会认识，也是因为我们去酒店打工认识的，所以我们有半工半读啦。
currently 是已经到1400了，1450。明年不对，那是2021年。ASEAN。我们是弄 ASEAN， 我们是弄，所以1600，哇，现在已经涨到1600了，10倍耶！所以说15，它一个月涨了10倍。现在呢，我们刚刚查了一下，你这是哪一个网？这个是 MOE。根据 MOE 的网站呢，就是现在中学生一个月是外国人，今年啊1600一个月，明年乘以明年1700，所以你1600乘以12，就是你每年要付的学费。然后我们继续讲我们读书，还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现在把学费讲出来，会不会让大家觉得留学生都好有钱啊？可以找得起这么贵的学费？但是其实真的是分啊，也有钱的留学生，然后也有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的。然后我也有朋友呢，是从来到新加坡就开始打工，然后自己挣学费也是有。所以大家不能就是那种以一个就是以一个固定的思维去看待所有的人，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家庭背景不一样嘛，所以有像我们这样比较普通的留学生啦。对，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过得挺好的，因为我们可以讲到 Poly 啊那样子，因为你选的路跟我不一样，我们就可以对。然后因为我们俩都上了 Poly， 你是上哪一间？我是新加坡 Poly。我们俩都是新加坡 Poly。你不是义安的吗？没有啊，夏也是义安的，我是新加坡 Poly。你跟我一个学校？对，我们是中学认识，可是我们 Poly 过后就没有再联系了。所以你 Poly 读什么啊 ？Interior Design， 在新加坡 Poly。你嘞？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啊？因为我们没有联系啊。假朋友。其实我们是最近比较熟啦。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Poly 大学我们都没有联系。对，然后可能可以讲一下你上 Poly 是读什么专业？对，我当时因为其实我是在考 O Level 的时候，我那段时候是比较迷那个design， 就是 structural design。然后所以我就读了 civil engineering。然后当时那个新加坡 Poly 的那个专业是叫civil engineering with business， 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现在他把那个 with business 拿掉了。对。然后所以我们毕业当时是2012年入学嘛，对，2012年，我都忘了，对，2012年，然后读完了，就在那边读了3年嘛，对，你当时嘞，你是读一样啊 ，Interior Design 读了3年嘛，度过了非常艰辛的3年，因为 Interior Design， 我们当时其实学的有点 architecture 的东西，就不是学 interior design， 是学 architecture 的东西，所以呢非常辛苦，就是做 project， 每天熬夜，每天在 studio 里面待到晚上9点10点才回家的那种。你这样讲出来，会不会等一下大家都不敢报这个专业了？我这是看兴趣的嘛。对，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是累，但是你也是享受的。对。然后Poly 毕业过后呢，你去了哪？Poly 毕业过后，我去了澳洲。你没有工作，直接去澳洲？就你没有进入职场呢，我就直接去澳洲读大学？对，其实我当时也是纠结了蛮短一段时间。没有，就是确实是有纠结，因为当时是在想到底是先留在新加坡工作，然后拿 PR，然后再继续读呢，还是就是直接去读书？然后因为可能当时父母的担心是觉得怕现在读书，然后中间突然有一个 gap， 然后就没有那个心去读了。因为你进入社会之后，然后你开始工作，然后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啊，然后以及其他事情，你就会分心。如果这样你回到校园生活的话，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有点有心无力啊，会不会？会有点。所以后来有基于这个考量，然后我就继续读。然后因为当时其实是为什么去澳洲呢？是因为澳洲当时因为之前有投了一份那个入学申请，也过了嘛，也收到了录取通知。然后呢，其次就是说想出去看一看，因为我在新加坡虽然也算出国，但是因为在新加坡待太久了，对，就有种感觉就是在家里一样的感觉，对，所以当时就有种就是说想自己一个人出去闯一闯的那个想法，所以就想说可能选了当时看了几个国家嘛。然后，因为当时理工的成绩是只有英联邦国家才能转那个学分，然后后来就想说，那就去澳洲吧，因为那个学分可以转过去，这样子的话，大学可以少读1年。
就为了快点毕业嘛。然后后来就当时就是在悉尼，然后读了2年，所以就免掉了2年，然后又读了2年，我大概在澳洲待了前后3年半的时间吧。然后后来毕业了之后，也在那边纠结是要留在澳洲还是回来新加坡。对，然后因为澳洲的移民政策也是越来越难了。对，但是也是因为毕竟在新加坡久了嘛，就是朋友啊什么，就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地方还是在新加坡，所以后来考虑了一下，就是又回来了，又回来新加坡工作。但你出去之前，你还不是 PR？我出去之前不是 PR， 因为我之前在读初中，包括在读理工的时候，当时我们都是拿学生签证嘛，对吗？对，拿学生签证，所以我理工毕业的时候我还是学生签证。我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当时新加坡政府这边申请 PR 的条件是你要大学毕业，或者是说你要工作2年吧，对吗？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也都不满足条件嘛，所以当时就是，对，你想说那是应该先申请一个 PR 的身份呢，还是继续读书呢？对啊，所以后来就选择继续读书了。对，那我选择的跟自然是不一样的道路，就是我 Poly 毕业过后呢，我就直接进入职场工作了2年。那我工作的期间呢，我就申请 PR， 因为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不要激动。我也是在痒。OK， 就是讲到哪了？就是在工作的期间对，在工作的期间呢，申请了 PR，因为我想我们这种考 O Level 然后读 Poly 会比较容易申请 PR 了，就是据说几率比较大。所以你当时就有申请到？就申请到了，然后中间等了几个月啊？没有几个月，半年吧。就我忘了，我对这个数字记不是特别清楚，反正很快就拿到了。对。然后在我申请完 PR 呢，也刚好工作了2年呢，然后也刚好我的那个 O Level 的成绩跟我的不是 O Level， 我的 Poly 的成绩还不错，有3.7分，然后呢可以申请大学，所以呢我当时就申请了 NUS 跟 NTU 2个大学，然后呢同时2个学校都给我 offer， 然后我最后面我就选了 NUS， 我就进了 NUS， 对，所以呢算是一个比较顺利的这样的规划吧，一路以来就到了 NUS。对，其实我能进大学我很诧异，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学渣，就是我是一个专业就是 academic 非常差的人，我很讨厌考试，很害怕考试。那为什么能以优异的成绩为什么能上大学？是因为我读的 Poly 的专业是一个不需要考试的专业，我们是以 project base， 那做 project 我就非常来劲。所以你很喜欢做 project 是吗？不是很喜欢，是对比考试，我更擅长于做这种 project，对，做 design 这样子有一点想法了。所以就是因为没有考试，所以呢我成绩还不错，就顺利的进入了大学。那刚好我读的专业也是不用考试的专业，就我都选了不用考试，因为我很害怕考试，而且我是个学渣，我非常不会考试跟学那种理论知识。对，比较偏实践性。我比较偏实践性跟一些比较设计的理论那种设计想法那种类型的人了。所以呢，大学也是还不错，没有特别差，就毕业了，顺利毕业了。然后大学毕业了过后呢，就工作1年，对，就是现在了，就现在。然后你呢？对，因为你回来新加坡，我当时回来新加坡的时候，我刚回来，其实我们有见过。然后我记得你当时还在读最后1年还是第3年？对，因为我当时我应该是在 NUS 在你的学校见的你。对，然后其实我毕业之后，我有在澳洲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做 sales。就是不是你专业啦，就是不是我专业，因为其实我当时做这个就是想让自己，想让自己更 outspoken 一点。对，所以我就可能逼自己去尝试一下。然后也练一下那个口语嘛，那样子。对，然后在那边 sales 大概做了1年半吧，然后回来新加坡之后就开始做
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就是我这个本专业相关的了。然后civil engineering 的专业。project， 因为我是主要是做 project， 所以我是做 project management。所以我回来之后就是，但第一份工作是 consultant， 但是公司也有做跟 project management 有关的工作了。然后当时就开始申请 PR，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拿到 PR 了，然后也是挺顺利的啦，挺顺利的。我当时等了7个月，也算那我没有等这么久了，对，但是也是顺利了，顺利拿到 PR，对，就相当于就是说，在新加坡这么长达10年的时间吧，把一个大事给完成了。对，我比你多待了4年。所以今年是我在这里待了14年，你是10年？没有啊，你中间不是出去了吗？对，我中间出去了。所以你是10年？我是10年。对。那我们今天就以闲聊的方式呢，然后聊了一下我们在新加坡10多年的这个留学经历。那如果大家也喜欢类似这样的闲聊，然后可以在底下就是留言给我，你们想要听什么样的话题，那我以后就可以多叫一些朋友，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对，然后今天我们在一个日本，是日本，醒醒，你还做 ending。就我们今天是来到一个泰国餐厅啦，就是刚才有介绍过，这个是倪丽江的朋友一起骑车的朋友，对吗？然后他这边开的餐厅，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边来吃东西，然后一边闲聊一下我们在这边的留学生活啦，这么10几年。那我们下一次，我们先约一个话题吧。下一次我们再约自然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聊一聊我们在新加坡租房的这个奇葩史，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OK， 拜拜，下次见。我是倪妮香，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请关注我的频道，我会在每周定期更新视频，记得点赞、转发、打开小铃铛哦。